我想今年下半年开始因为美国选举已经到了尾声，所以美国很多刺激政策，因为我们知道在选举那一年，通常政府有很多经济刺激政策会慢慢的退场，然后到了11月之后，不管你是贺锦丽当选，或者是川普当选，那到时候很多刺激政策一旦退场的话，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在第4季开始逐步的趋缓，所以我想这个是下半年第一大家要注意的。第二个是最近的金融市场表现的波动非常的大，我们看到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，美股台股相继的大跌，然后日元也开始回升，所以下半年的金融市场如果万一有大的变动的话，对于经济来说也是不利的影响。第三个，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东西做得太多了，不管是钢铁、水泥、橡塑胶、电动车这些东西行销全世界，都会造成各国的产业都会受到冲击，所以我想这个是中国的生产过剩，会是下半年大家要关心的第3个焦点。我想地缘政治本身并不一定是风险，很多人都把它直接当风险。掌握的好地缘政治，它就会赚大钱。像桃园这个地方，我们都知道长荣海运就是拜地缘政治所赐，所以这2年的业绩特别的好。所以地缘政治本身未必一定跟风险划等号，但是我们知道美中贸易战会让很多的厂商因为要避免掉关税的问题，他们会从中国大陆搬到东南亚去，所以对于东南亚很多在地的国家，比如说中租布局很多的泰国、马来西亚这些国家，它就会受益，因为厂商过去了要买厂房、买土地、请员工，当地的政府因为要吸引厂商，它也要大做基础建设，这些对于当地的投资都非常有帮助，所以我想在东南亚或者是像印度这些国家，他们包含了我们台湾这些台商或者当地跟投资相关的一些厂商，都会因美中贸易战而受益。那受害的呢？如果你还在中国大陆继续做东西的话，不管是川普当选或者是贺锦丽当选，他为了对中国的外销会更加的严苛，我想这个也是厂商必须要注意的。